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央媒直指4大低质烂剧，杨幂、王一博惨遭曝光。影视圈流量与质量背离，观众对烂剧失望。演员应融入角色，追求演技深度，而非浮华外表。期待演员回归真挚表演，创作打动人心、富有深度的作品，重拾观众信。而今，影视圈可谓百花齐放，但其中的流量与质量却时常背道而驰。观众坐在屏幕前，满心期待的想看一部出色的剧，却不料却收获了一些令人失望的作品。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导演们在选角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流量明星 actoring 着眼于吸金，而非作品的本质与深度。正所谓人心惶惶，这些烂剧数量的上升，真的在无形中侮辱着观众的智商。以风起洛阳为例，虽然他在节奏把握上颇受好评，但演员的演技却令观众心中一凉。王一博在剧中塑造的角色设定虽有趣，但时常和其他演员的表演产生鲜明的对比，令观众难以投入其情感。看似光鲜亮丽的角色背后，实际上却是对演技不够用心的无奈。年轻演员在这条荆棘丛生的演艺路上，必须要能更多的融入角色，才能触动观众的情感共鸣。再来看杨幂，她的粉丝虽众，然而在产出作品的频率与质量上，却似乎未能齐头并进。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对她的期望逐渐高涨，却难免对她的演技产生质疑。有人曾说过，急于求成，难以成功。她是否能像赵丽颖一样完成转型，成为真正的实力派，是大家亟待观察的。说到张翰和他的东八区的先生们，观众们的失望可谓是达到了冰点。狭隘的价值观与低俗的台词让这部剧备受诟病，央媒对此的严厉指出，更是让人觉得不敢恭维。演员的任务不仅是口吐珠言，更是呈现角色的灵魂。而如此敷衍的剧本，真的是对演员及观众的双重冒犯。最后，谈到你是我的人间烟火，这部剧的槽点屡屡被提及，尤其是对职业角色的轻描淡写，显然让人感到愤怒。杨洋与王楚然的角色虽有美貌加持，但缺乏真实情感和理智描绘，令这段故事显得格外牵强。作为观众，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深思熟虑的人物描绘，而非单纯追求颜值。总而言之，影视作品的创作不仅是对外表的享受，更是对内心的探寻。演员们需抛弃浮华，认真挖掘角色的灵魂，创作出既能打动人心，又能让人深思的故事。正如那句古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每一步踏实的演出，才能成就更大的辉煌。未来，演员们是否能更具责任感，回归情感真挚、富有深度的角色，值得我们期待。谁又能否定，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迎来更好的作品，让观众重拾对剧集的信心与希望。谍战剧新标杆，王一博如何打破流量明星的演技偏见？电视剧《长风破浪》因王一博演技获赞，但剧情拖沓有争议。展现民国青年为若来斗智斗勇，传递共产党员奉献精神，激励人心。观众希望看到更多触动心灵的好剧。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大家都在追求新鲜事儿。最近有一部电视剧《长风破浪》火得不行，简直是人尽皆知，谁都想聊聊。可一说起它，网上的评论可就两极分化了，
有人捧得高高的，有人却直接给差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又是一部披着谍战外衣的流量剧呢？这部剧的背景设定在民国时期，讲的是一个普通青年魏若来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却掺杂了许多复杂的情感和人性的挣扎。魏若来的形象既真实又立体，出身平凡却心怀家国，让人觉得特别亲切。这样的角色，谁不想多看几眼呢？说到王一博，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流量小生，但在这部剧中，他的表现却让人眼前一亮。跟以往高冷的形象相比，他在剧中用眼神和肢体语言把角色的内心戏演得淋漓尽致。特别是那场与敌人周旋的戏，紧张的让人心跳加速，仿佛真身临其境。有人说，王一博的演技终于不再是流量明星的代名词，反而有了更深的层次。不过，这部剧也不是没有争议。有人觉得剧情有点拖沓，某些角色设定也稍显单薄。大家当然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悬疑和智斗，更希望能有更丰富的人物关系和内心世界。换句话说，观众的口味越来越挑剔，这也是对剧组的挑战。像《长风破浪》这样的谍战剧，不光是为了娱乐，更是在传递一种精神。剧中展现的那些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令人动容。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怕牺牲，值得每一个年轻人学习。这种爱国情怀，或许正是当代青年的一种精神支柱。通过魏若来的故事，大家看到了革命先烈们的牺牲与奉献，仿佛他们的精神又回到了我们身边。这种深情厚谊，简直是让人热泪盈眶。魏若来的牺牲，正是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缩影，他们用生命换来了现在的和平生活。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能有这样一部作品，激励人心，传递正能量，实属难得。观众们希望看到的不仅是华丽的特效和剧情，更希望能触动心灵。或许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好剧涌现出来，真正让每个人都能在剧中找到共鸣。你对《长风破浪》怎么看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想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热烈讨论，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部剧的点滴。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